听四月说中文。Hello，大家，这周过得好吗？天气渐渐变热了，要记得多补充水分，不要中暑咯。那其实台湾在今年的4月1号，电费要涨价了，这次调涨有11%左右，算是好一阵子没有涨价了。所以想趁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台湾的电费，通常是多久缴一次呢？费用如何，以及是怎么计算呢？看看大家会不会觉得有趣咯。首先讲电费单来的频率好了，不知道大家的电费的账单是多久来一次呢？台湾的话是每2个月来一次账单，而且这种2个月缴一次的频率啊，和水费还有瓦斯费用是一样的，算是方便民众记得，也比较好管理吧。而且缴费方式也有很多种哦。之前有说过，台湾有很多便利商店，很多人就是拿着账单去便利商店缴。所以如果你去台湾便利商店的时候啊，看到有人拿出很多钱给店员，有可能就是在缴电费哦。那现在当然也可以线上缴费，或是你可以直接用你的信用卡公司出的 App 来缴费。所以现在应该比较少有忘记要缴电费的问题了。不然如果忘记缴纳超过了缴费的时间，还有罚金要缴哦。不过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，如果你是租屋族，通常不会是收到2个月一次这种政府的账单，因为在你签约的时候啊，房东或是中介就会跟你说电费的计算方式。那缴纳电费的频率呢，通常就是1个月连着你的租金一起给房东或是中介。至于怎么计算呢？现在就来告诉大家。那在台湾计算电费的方式，通常是用度这个单位作为衡量，像是英文的 degree，每一度换算多少钱这样。那每一个人家都会有所谓的电表，显示你用了多少度，最后再计算总共电费是多少钱。那像是今年要涨价电费的部分啊，也是以1度平均涨到约3.5元这样来计算。而且这个单位也不是只有用在多少钱哦，还有拿来区分在不同使用的度数下会用多少钱的单位计算哦。例如说，如果你是小家庭，只有2到4人的话，使用的度数大概在700上下。计算的时候会分成120度以下多少钱，超过120度到330度又是多少钱，然后330度到500度又是多少钱等等，细分出很多的集聚，而每一个集聚的价钱又都不同。而且如果到了夏季时间，也就是6月1日到9月30日这个期间呢，1度电的价格也会比较高。总之，这些政策的重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够节约用电，除了为了环境以外，也是为了节省电费。虽然计算的方式听起来有点复杂，不过政府都会帮你算好，你也可以在你的电费单上看到，就不用太担心。所以你应该会好奇，台湾一般家庭每期的电费大约是多少钱呢？其实因为差异真的很大，所以没有一个平均值。尤其台湾到夏季非常热嘛，对有些怕热的人来说，冷气开一整天是很常见的事。也有些是因为在家工作，所以用电量自然比较大，或是家里有新的 baby 出生，所以怕他们生病，就一直开着冷气。那身边其实我有听过一期1000元出头，也有听过3000元、6000元的都有。总之，我觉得真的很难说有一个平均值，而且其实跟家里的人数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。那其实对台湾人来说，电费普遍来说也不是一个感觉很贵的费用，而且台湾的电费啊，其实在全球来讲是蛮低的。以前2年的数据排名下，还在全球的前5名便宜哦。这也可能是今年2024年为何要涨价的其中一个原因。而且台湾的电力公司也是一直处在没有赚钱的状态下，
这次的涨价对台湾人来说是没有感到很意外的。那最后在这边我也想要分享一下我的用电习惯。其实我算是非常省电的人。我在早上的时候啊，如果家里的光线都还充足，我就会到光线充足的地方使用电脑，所以也不会特别开灯。那晚上的时候呢，如果没有要使用到的区域，就会把灯关掉。有时候也会开小灯，可以制造一些气氛。我最常开的反而是除湿机，因为台湾的湿度很高嘛，我又怕东西发霉，然后也可以降低室内的一些温度。我觉得除湿机真的很好用。然后因为我自己也不是那么怕热的关系，所以非必要的时候不太会开冷气，也尽量只有2个人在家的时候才会开。而且每次开的时候啊，我大概都是开26到28度，就觉得很冷了。那洗衣机的部分呢，虽然我也是买有烘衣功能的洗衣机，但是因为我蛮喜欢晒衣服的，所以真的使用到烘干的功能也比较少。这样下来，以之前的电费来说，每一期都很少超过1000元呢，我觉得算是真的蛮低的。希望之后也能够继续维持，毕竟地球暖化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嘛。但是希望能够减缓它的发生，对地球也好，对我的荷包也好，都是有好处的。所以这样听下来，你认为台湾的电费会很贵吗？你觉得这样的计算方式合理吗？以及你们国家是怎么计算电费的呢？欢迎留言让我知道哦。谢谢你们的收听，我们就下次见，拜拜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